大家好，很多的朋友呢一直问我美国的疫情到底怎么样，大家都怕嘛，怕自己被感染上。对，那你说打完针以后被感染以后到底怎么样呢？那我今天再问一下我这个朋友啊，因为他家孩子亲身就是被感染过，所以让他来讲一下这个感染的经过，好不好？大家听一下。你给咱介绍一下哈。大家好，我是亲身经历过家里边得新冠这个过程，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可怕，就是这个过程是什么呢？有一天那个星期四的时候，我女儿说她喉咙有点痛，我没太在意，就给她吃了一些消炎药。星期五、星期六在家星期天都没有任何症状。星期一上学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学校每周要给她检测一次，上学的时候，星期一他就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得新冠了。”他说我成为阳性了。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很多学生都得了，这个学校很多学生都得了。有的学生只要他不跟学校说呢，学校不知道呢，就继续上课。像我们孩子是在学校检测出来，学校就叫他回家休息了，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，也不咳嗽，也不喘，也不发烧。这个时候喉咙也不痛了，就在家悠哉悠哉的待了差不多5天。到星期六的时候，我们娘俩都在家里边做了那个就是检测盒，用检测盒做了测试，我没有被传染，我没有被感染，我女儿就成为阴性了。到星期一她上学了，学校又给检测，她就是阴性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又去了政府的检测中心，我检测也是阴性，我一直没被感染。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我得过了，因为在感恩节的时候我是喉咙痛、咳嗽，然后浑身无力、酸痛，那个时候我就以为我自己是感冒了，因为我这穿的比较少啊，气温也不算很正常，我也没去做检测。通过这次我女儿得病呢，我朝夕跟她相处在一起，我又没被感染，我就觉得好像我已经得过了。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新冠并不可怕，就看你怎么看。心理负担不要太重，因为现在越来越轻了，症状非常轻。多喝汤啊，多运动啊，没什么好可怕的，因为现在也都除了戴口罩之外，所有的生活都恢复正常了，得说，餐馆开放啊，活动场所开放啊，朋友一样聚会啊什么的都很正常了。就是勤洗手、勤戴口罩，以后这个就是一个常态了，变为就是人生当中一个轻感冒，一个常态，不可怕，我们都不怕。你周边就是有没有什么朋友得这个感染呀，或者是怎么样呀？太多了。是吗？尤其今年非常多，因为我们学校的家长我们都在一起，就是没事都聊起了这件事儿。几乎有40%的家庭里边，就是或多或少的都有成员在得这个病。因为随着这个大家都扎过疫苗啊，随着这些个都说变异，我个人感觉就越变越轻了这个病情。很多都得，像我朋友的老公啊，还有我朋友的太太呀，他们都得了，但是都没传染对方，都没感染对方。有的也是感冒了什么的，看轻症也不去检测，但是我觉得隐隐约约这些人都得过了，都有抗体了。也这都不可怕，只要你没有原始疾病哈，不是老年人，你经常锻炼身体啊，多吃点有营养的呀，维生素啊什么的，多吃点，这个无所谓。因为学校都开学了，孩子们戴口罩不像咱们大人戴得很严谨，他们都是随意的戴，传染性非常强。虽然说这个病传染性非常强，但是治愈力也是非常高。几乎都是你不用吃药，不用扎针，不用看医生，3-5天就痊愈了。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。我感觉大家不要惊慌，对这件事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。这个病并不可怕，就看你心里怎么想啊，不要有心理阴影，好吧？今天天空多漂亮哈！现在
那就是说你女儿在得过这个以后呢，她回到学校，同学会不会歧视她呀？或者是没有，怎么样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是吧？我举个例子哈，就是我女儿有一天她放学来跟我说，她说妈，我同桌的一个男孩子得这个新冠了，他妈妈不让没跟学校说。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跟学校说呀？他说妈妈你不要这样暴露人家隐私。他说他不说是他的事儿，咱们做好防护就行了。完然后呢，这个孩子也没请假，他在自己家检测出来得病了。学校既然知道了，也会通知家长，不知道就算了。但是我女儿得病呢，她就谁都跟谁说了，我也是，我所有接触我的人，我都告诉他了，咱们要有公德嘛，我所有都大家都很笑话我，都开玩笑的说多余这么紧张，得就得了呀，咱家也有得的呀。反正学生得的很多很多，都不在意，就互相的都没有歧视。我女儿在得到第4天的时候，在家待第4天的时候，学校就给来电话了。他说你想不想上学呀？你咳不咳嗽啊？你要是感觉很好，你可以上课啦。完然后是我们自觉的说，那我们要检测好了再上课。完学校说你可以来，我们给你检测。完星期一上学了，学校就给检测了，是没有问题了。没有任何人歧视。那就是也不需要继续隔离多少天呀，也不需要怎么就是我们家都没太隔离，就是我让我女儿戴上了口罩，我都没戴口罩，我给她天天给她做吃的呀，让她出去晒太阳什么的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任何就是歧视的倾向，一点没有。我们都说不瞒着，你看洛杉矶有很多人发朋友圈，你知道吗？就说我得新冠了，我阳性了，都发朋友圈没人在意都。都很随意对，我就想看看，我也就是想知道学校会怎么样哈，因为这个确实很重要，咱也好像得了这个用不着隐着瞒着的，对吧？对，没有，真是学校很就是很关心，但是也不太拿这个就是说很紧张啊，或者是让你如何做，他不会给你提任何建议，他就说你想休息就休息了。而且检测中心检测出每一个得新冠的人都不会强行让你去隔离，都是让你回家休息。那他不会让你去哪个医院呐或者什么呀，都是建议你回家休息了就走了。其实他就是当一场感冒了，其实就是一个轻感冒，还不是重感冒就平时说起来，平时那种感冒，他体质不好的人他也一样受不了，对吧？所说的死多少人呢？就正常情况下。自然减员，每个国家自然减员每年的人数也不少。对，其实与他的体质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对，正确认识这件事儿就行了。对，真的是说用不着那么紧张。不用，一点不用紧张。你家孩子就是喝了点什么呀？吃点什么都没吃。他自从检查出来是阳性以后，他就我每天做点骨头汤啊什么的，就是这个什么药没吃什么药，没有，什么药都没吃。什么药都没吃。对呀，其实用不着那么紧张。现在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真的是越来越弱了。对呀，大家也真的不用为这个好像多么的担心。你再给咱说说，你说好多朋友问，洛杉矶那边得病的人多吧？美国的疫情到底怎么样呢？其实呢，我们也就是看见大家都戴着口罩，是吧？其实所不同的就是戴上了口罩，剩下你看我们都戴着口罩进餐馆，吃饭的时候都摘下来了，完然后吃完饭又戴上了，难道你就是那一会儿就怕传染吗？其实无所谓对，大家对这件事儿都是不那么紧张，不害怕了。就是其实从外观上你要说疫情怎么样，真看不出来，因为他既不隔离，又不用让谁说你不准出门或者怎么样哈。真的就没有这么大的帕拉扎停车场是满的。对呀，就所以说人还是在都在生活着工作着，什么都不耽搁。对，你看这里面这块就是很多餐馆啦、小店铺啦这里都有，所以说你看照样人非常的多哈，每天还是车来车往满的，真的是不用那么紧张没那么可怕。你看今天的天空也特别的漂亮
因为昨天晚上下点小雨，挺好，挺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那好的，谢谢采访，谢谢。哎呀妈，拜拜，拜拜。